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频道。今天的播客也是一个全新的主题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新系列，它的主题是阅读成长。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，那就是读书的人是借用了1000种人生的眼睛去看世界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对了。它准确地描写了我们打开书本时那种奇妙的感觉。我们会变成探险家，也就是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人；哲学家，专门思考人生道理的人；或者是一个命运完全不同的人，去体会他们的快乐和悲伤，去学习那些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亲自体验过的道理。当然，这句话并不是说只有读书才是体验多种人生、扩大我们世界观，也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的唯一途径。在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很多其他很棒的方式来积累生活经验。比如，你可以在上班的路上听一集有启发的播客，在油管上看探索世界的纪录片，也就是记录真实生活的影片，背上背包去旅行体验，或者只是简单的喝杯咖啡，和有经验的前辈深深地聊一次天，去真实的体验或者听别人的故事，其实也是我们在借用他们的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。所以做这个系列只是因为我个人的热爱，想和大家分享我喜欢读书的心情。通过把书本里最精华，简单来说就是最好、最核心的内容和有价值的道理提炼出来。我希望能把这些好东西传达给你们，同时把书本里美好的正能量带给大家，通过好书来提升自己。不管你是一个爱看书的人，还是只喜欢在做饭、打扫房间时打开播客听别人聊天，我都非常开心我们能在这里相聚。我相信这个系列会给你带来全新的视角，也就是看问题的新角度。让我们一起每天都变成更棒的自己。一起来看我们的第一本书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一天过得有多快？早上刚睁开眼睛，就伸手去拿手机，刷几条新闻，看看通知，回几条信息，然后对自己说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我就专心工作。但是那个等一下总是被推迟。吃饭的时候也拿着手机，一个人坐着也觉得手痒，想打开屏幕。到了晚上，当一切都安静下来时，你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这一天一点都不闲，但也没有真正的活在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时刻里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分心不再是意外，而是变成了默认状态。手机的每一次震动，屏幕上的每一个小红点，都是为了抢走你的注意力。大脑慢慢习惯了这种短平快的节奏，有新东西，有一点信息，有一点娱乐，有一点回应。感觉是很舒服，但代价是你越来越不能安静地坐着思考，或者做一件需要深度的事情。这不是因为你差，而是因为大脑已经习惯了被拉着到处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卡尔纽波特提出的深度工作概念就像一个提醒。他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，但他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头衔，而是他与大多数人相反的生活方式。不玩社交媒体，不追每天的热点新闻，他的生活就像他写的一样，
想要创造巨大的价值，就必须有深度集中的能力，不被通知和琐碎的事情打碎。他称之为深度工作。这是一种高度集中、不分心的工作状态，也就是把你的能力推向极限。有趣的是，深度工作不仅能产生更好的结果，它还能带来一种圆满的感觉。就像你读一本好书忘记了时间，或者思考一个问题时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。人们常称之为心流状态 flow， 也就是一种完全投入、忘记时间的感觉。你不仅得到了成果，还会觉得很爽，觉得自己在好好生活，在创造有意义的东西。《深度工作》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，正是知识经济爆发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谈论创新和效率。但奇怪的是，帮助我们加快工作速度的工具越多，我们就越难集中注意力。我们有电子邮件、内部聊天工具、在线会议日程，工作日变成了一连串的反应。你刚想做重要的事，就收到信息，帮我查一下这个。我发文件了，我们开个15分钟的紧急会议吧。你还没来得及深入，就被拉了出来。卡尔纽波特称之为一直连接的文化。大家把在场和有价值搞混了。回复快被认为是勤奋，一直在线被认为是有责任心，开会多就以为很重要。我们每天在追求的不是工作质量，而是回复的速度。但回复速度只能让工作正常进行，不能创造大的突破。为了更深入的了解，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：深度工作和浅度工作。深度工作是指在高度集中状态下进行的专业活动，它需要大脑消耗大量能量去深入思考、连接想法、解决难题和创造高质量的产品。比如写一篇分析文章，写一段复杂的代码，学习新技能。深度工作不会让你有忙碌的感觉，因为你只做一件事，但它能创造真正的结果。浅度工作是指那些简单的、不需要动脑筋的杂事，比如回邮件、开没用的会、安排日程、处理琐事。这些事情并不坏，因为系统运行需要它们，但它们包含一个巨大的陷阱。它们会给你一种我在工作的错觉。慢慢的，你的一天都被这些不能让你的人生有任何飞跃的事情填满了。这本书的核心信息很简单，但很现实。同样的能力，懂得深度集中工作的人，会在质量和发展速度上远远超过其他人。如果你不主动保护自己的注意力，现代社会就会把它撕成碎片。第一课，优秀的公式。优秀不来自于你有多忙，而来自于你有多专注。在知识经济中，你的价值取决于你能创造出别人难以复制的东西。公式是这样的：高效率等于深度工作的时间乘以集中的强度。关键在于乘号，只要有一个减少，结果就会直线下滑。你可以坐着工作4个小时，但如果每10分钟看一次手机，那只是被切碎的时间。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：注意力残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做完一件事，但心思还留在那件事上，收不回来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写一段重要的话，大脑正在运转，
你咂咂嘴说，我去看30秒邮件就好。回来的时候，表面上你已经坐在桌子前了，但在大脑里，你的一部分注意力还卡在那封邮件里。这封邮件急吗？老板这样发信息是什么意思？你要重新读刚写的那段话，花时间重新进入状态，大脑容易觉得烦，然后又想找借口去看别的网页。一次短暂的查看可以毁掉接下来的20分钟深度工作。很多人以为自己缺时间，其实是缺连续的时间块。你不需要每天多出2个小时，你只需要60到90分钟不被任何人打断。坚持下去，它会像存钱的利息一样产生巨大的改变。第2课，4个深度工作策略。深度工作不代表要上山隐居，它是一种技能，你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生活节奏的方法。修道院风格，也就是像和尚一样与世隔绝，最大程度地切断一切干扰，不开会，不聊天，不包揽琐事。这很适合作家、科学家，但很难适用于上班族。双模式风格，把生活分成2种模式，你还是正常生活，但会留出足够大的一段时间，几天、几周，完全退到深度工作中。比如比尔盖茨有思考周，躲进森林里看书和规划战略。节奏风格，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进行深度工作，比如早上8点到9点半，把它变成像刷牙一样的习惯。这是对大多数上班族最容易使用的方法。记者风格，只要有空闲时间，就马上开启深度工作模式。这种最难，因为它要求你已经具备非常厉害的专注力。选哪种策略都可以，只要你设计好日程和环境来保护注意力，而不是光靠意志力。第3课，大脑的懒惰和最小努力法则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节省能量而设计的，它优先考虑简单熟悉的事情，躲避困难费力的事情。今天，消耗能量的敌人不再是猛兽，而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工作。同时，像查邮件、看新闻这样比较浅的事情，会让大脑觉得舒服，因为会产生一种我做完了的假象。这导致了最小努力法则，意思是在几个选项里，总是选最不费力气的那个。当要在需要思考的难事和马上能完成的易事之间做选择时，大脑会选择最不费力的路。职场的奖励机制也跟着起哄。回邮件快会被夸奖，开会多被认为很热情，而做深度工作，静静地做2个小时解决难题，却没人马上为你鼓掌。如果你让一切顺其自然，你就会滑向最低标准，做刚好能让自己看起来很忙的事，但不足以取得突破。什么时候不适合深度工作？虽然深度工作很好，但不要把它变成一种极端的信仰。工作性质，对于销售、运营、客服来说，快速反应和处理突发问题就是核心。在系统需要你的时候，关掉通知消失3个小时是不负责任的。公司文化，开放的环境，随时交流的文化，有时不允许你孤立自己。精疲力尽的危险，不要把它当成每天连着做5个小时的比赛，你的大脑会死机的。
深度工作非常消耗脑力，就像举重一样，需要有休息来恢复。留给发呆的空间。许多创新的转折点来自于偶然的漫游，也就是没有目的的走走看看，来自偶然的交谈、散步或喝咖啡。切断所有干扰，有时会不小心杀死直觉和灵感。要想开始深度工作，又不需要改变整个生活，可以尝试这3步。让深度工作变成仪式。给大脑设一个开关，告诉它该深入工作了。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比如早上8点到9点。选一个开始的信号，戴上耳机，把手机扣在桌上。定一个具体的目标，写完500字，解决一个问题。每天从60分钟开始就够了。有计划地戒掉手机上瘾，别把软件全删了，几天后又装回来。问问自己，这东西对我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实现目标有帮助吗？限制查看次数，最重要的是找一件健康的事，看书、散步，在你大脑想无意识刷手机的时候去代替它。不要让大脑缺少多巴胺，让人感到快乐的物质。有纪律的偷懒，真正的休息。下午5点结束工作，晚上尽量不处理琐事。晚上你需要通过彻底断开连接，做安静的事，或只是静静地坐着，来重新滋养你的大脑。如果不恢复，第2天你的大脑就会变得迟钝。最后，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个自我提问是：如果今天我只能做唯一一件事，来对我的事业产生最大的影响，那会是什么事？而我又为它花了多少分钟？可悲的是，很多人把0分钟花在这件最重要的事上。因为时间都被回复信息和琐事吞噬了。深入的生活不会让你变慢，它会帮你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只需要明天选出整整60分钟，把手机放远一点，然后开始做你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播客对你有启发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明天的60分钟深度工作准备做什么。也别忘了把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那些同样需要专注力的朋友们哦。最后，祝你新的一天工作高效，在喧闹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宁静，真正做自己时间的主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